那我想现在的时间是11月25号，那大家应该就是着手正在写12月中要 submit 的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排队是12月底的国科会计划，所以老师们应该很忙很辛苦。那希望这2个小时大家就是好像有一点点的帮忙看大家正在写的计划里面有没有值得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的。好，那我想那个北科大的教资中心会找到我，应该是因为那个就是很幸运的是我的计划是获得1-2学年的绩优计划分享。那我想老师们都正在写作当中，那我就帮那个计划广告一下，就是其实计划里面有各科各学门的绩优计划，所以您的领域如果是我看大家有很多是管理学系的老师，那或者是护理学系的老师，那其实有一些例子在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绩优计划的一个成果，也许有一些灵感，还有在写作上的时候可以更完善这样。好，那就是在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网站上面就有了。那我刚刚也连到我自己的网站上，所以刚刚主办单位问说我们的录影可不可以 release 出来是 OK 的，因为很多的内容当老师们得到绩优计划的时候是被要求录影，还有要求把成果报告公开来的这样。好，那老师们好，我是心理学的专业，我不是教育学的专业，所以一开始107年教育部开始征案的时候，我对这个计划是完全不懂的。那我从109开始执行了五次很顺利的有受到补助，然后是在112年的时候获得绩优的一个鼓励这样。我这个题目叫做使用线上协作平台这就是我的介入方式，然后对于我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叫做团队效能还有学习成效，想要对这2件事情做一些讨论跟看看有没有影响。然后呢我的副标题是我告诉大家我的那个实施的场域是心理学实验法，尤其是合作学习，因为我们在这个 title 上面大概就要让我们的读者知道说我的读变相一变相是什么，以及呢因为各位老师们在授课的时候，大学的场域我们常常使用合作学习，就是让学生分小组来做一些作业，或者是来做一些成品那我想在合作学习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跟我一样的问题，所以我的题目是这样定的。那我要特别谢谢教育部这8年9年来提供给教学现场最直接的这个支持，像我们做国科会计划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浮在天上就是我们在做的是科学研究，非常的控制，非常的严谨，然后但是跟我们在教学的现场的帮助其实有一点远，所以教育部的这个计划让我们可以直接用在教学现场，然后学生们的回馈很立即，这是我愿意每年都申请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支持的原因。然后我这个计划也要特别感谢佛光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就是各个学校的教资中心、教师中心都很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申请。那另外呢，因为我们全台湾有6、7个学校在教心理学实验法的老师们，我们长期有一个教师社群，那教师社群通常也是这个教育部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在 support 的。那这个教师社群呢，大家就一起讨论我们在上心理学实验法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所以谢谢陈少庆老师他主持的这个 TCPSR 是结集了大概7个学校的老师们一起讨论，所以对我这个计划也有很大的帮忙，在这边谢谢他们。好，那老师们现在正在写的是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那它针对的首先你是面对一个你教学现场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教师社群里面常常会有那种新老师，他才刚进学校要教书的时候他其实对这个计划很茫然，那我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师会鼓励他说
他可能因为他要备课嘛，他要先准备课程。也许呢，你教了一个课程1年2年之后，你会有一些很具体的发现，你发现你的自己的教学方式面对了问题，那这时候把问题提出来，就很适合来申请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然后就是在很多的这种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讨论里面，就是有一些老师他会想申请，但其实他没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意识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困难齁。所以其实问题意识是从我们的现场发现的这样。那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后，第二点当然就是你觉得什么方式有可能帮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在我们做实验，因为我本身是实验培养出来的，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叫它这个就是一个读变项嘛齁。那介入方式就是我想要运用的读变项在里面，那老师们可能会用 PBL， 可能会用各式各样的教学的策略在里面，这个就是介入方式。那通常介入方式不会太复杂，其实我们在教学的现场里面，我们是合并非常多种教学策略的，但是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可能重点在于一个你想要在这学期强化的一个介入方式，以它为主，那其他的方法就照我们以前的教学方式，这样比较容易聚焦在一个策略上面，然后去看这个策略的进展这样子。好，那第3点是这几年的申请，还有这几年也审查，然后也看大家的成果。其实研究计划这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很重视你知道你的问题了，你也想要用某一种方法去解决它了，那你到底有没有好的工具来评估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被帮忙到，有没有被解决到。所以第3点很重要，是在 proposal 的时候，就是我们下个月送申请案的时候，你就要提出你用什么东西来测量齁。那就实验法里面我们就叫它是一变项，那测一变项要有工具的，所以在 proposal 提出工具，我们发现是很多新提案的老师们会比较忽略，可是审查委员非常重视你有没有办法真正实际做出来的一个面向。好，那第4点大家就是专业了，因为对不起，第4点大家不熟，因为我有看一下大家的那个背景，其实跟我一样，我们不是教育界的，所以在教学现场要做研究这件事情，跟我们在实验室或是我们在做我们的专业研究的时候不一样。我们的专业研究可以控制得非常好，然后非常重视内部效度，要求因果关系。但是在教育现场不是这样，在教育现场是有非常多的变化，然后有非常多的影响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在研究方法上面我是重新学啊，原来教育界他不喜欢我，或者说根本做不到我们很习惯的控制良好的实验设计，但是我还是把它加到我的研究方法里面来齁。那我就是用一个无法随机分派的类实验设计，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教学现场它的变异，它需要调整，它需要回馈之后再调整。这件事情这几年来我们就听到行动研究，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是它也很有弹性，所以通常行动研究加上我们习惯的一个研究方法会是我的策略，这样等一下会比较细部的跟各位分享。这样好，我刚刚说大家的专业是在文献回顾的部分，那文献回顾的部分当然就是针对我们觉得的问题，看看历史上5、6年来教育界是怎么样用哪些介入方式解决问题，然后以及我们现在选用的介入方式大家已经用了吗？用的如何？那我们做一下一个文献回顾这样。那下个月大家要 submit 出来的 proposal大概就是这几个内容的部分。老师们如果有对哪一个内容想要多一点讨论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就直接写，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你可以看到我的1、2、3点，我为什么用蓝色的字标起来呢？这是我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的 title 的习惯，因为你看有问题，然后有读变项跟一变项，所以我的 title 就会可以看出读变项、一变项除了问题因为问题通常我们等一下问题意识就会写出来了，所以使用线上协作平台，你就会知道这是我想要在新学期加进来的一个策略。那我想改变教学现场的什么呢？我想改变教学现场的团队效能能不能提升一点？那学习成效本身其实是每一堂课本来就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审查委员，他认为无论如何学习成效都是在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里面需要去收集、需要去观察的。也许你不用写在题目上但是我们在计划里面学习成效这个 index 其实是还是要去注意它，不然我们的教学就没有契合目标了好，那像这种一变项老师们其实也常见一个一变项是学习动机所以一变项本身我回来一下，一变项本身我看到很多的例子，还有我个人的习惯，它就不会是只有一个它可能是2个到3个，所以在题目上面就会看到我的介入方式，也就是读变项，还有我想要影响的东西，或是我想要至少确定它维持的东西那冒号之后我只是在限缩让读者知道 OK 我这个是一个实验法的课程，然后呢我的课程里面有重要的成分是合作学习，所以前面的东西是在合作学习的这一个历程里面看能不能有帮忙能不能影响。好，那 title 说明到这里，可是我觉得就是读变项、一变项还有问题的这个部分是 title 里面就比较适合把它展现出来的。好，那就进入我的课堂的具体的部分那各位老师我不确定你们是不是实验法，那我自己的专业课是知觉心理学还有普通心理学，那我也接了一个实验法的课。那我个人的习惯是因为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它可能可以是多年延续的，所以通常我会拿我多年会固定来执行的课程来当主要的目标来设计这样，所以我拿我的心理学实验法。那我们每一个课程的目标可能你就可以把它分成知识面向要给学生什么，技术面向是什么，态度面向是什么。那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把我的教学目标这样分，是因为我等一下的这个研究本身的一变项其实也是这样分的所以对教学目标来讲，这门课的知识面向当然就是研究法里面的知识。那研究法这件事情，这门课它其实会随着时代改变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譬如说研究这件事情大家已经开始线上化了，以及呢研究这件事情呢为了克服就是科学上的无法重复无法被其他的实验室 replicate 这个很大的障碍，其实 open science 就是开放科学是一个10年来被推动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每一个人在做研究的时候，如果在阶段性 proposal 的阶段、实验的阶段、分析的阶段，我们的资料都在云端，而且对学术界是开放的，这件事情可以帮忙所有的研究透明化，然后所有的研究可以被追踪所以它的品质会提高，这个是 open science 的概念所以在这门课的知识面向上面，除了要提供原本的研究法的知识之外，因为有新的时代的改变，所以我也把它加进来在这里。那技术面向就是因为配合了线上化嘛，所以我们有一些线上协作的工具是学生现在也要很熟悉的 skill， 所以我在写作上面我也会告诉读者说我这堂课的教学目标也有一些 skill 面向的那这个 skill 面向其实就已经包含我的介入了。我们本来没有让学生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共编那这个线上协作是我觉得大家已经需要有的技术，所以把它加进来。然后在态度面向上面，因为这是一个
合作的，必须要合作完成的一个课，所以我在态度面向上面希望能够提升学生团队的合作效能。所以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这堂课的特色，还有这堂课的教学目标。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问题意识了，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这个案子哈？那我相信这个不是我唯一，不是我而已哈，面对这个 social loafing 叫做社会惰化的问题，因为老师们很多课程可能是需要小组合作，尤其我这个课程是心理学研究法、心理学实验法，我必须让每一组的同学呢，真实的去执行一个研究案，然后从中呢，把理论给实际化来学习。他们要收案，他们要有 data， 他们要分析，他们要写出结论。所以合作这件事情在这一堂课上是无法避免的。那老师们的很多课可能也有合作。那其实常常遇到学生的抱怨，就是这个团队成员里面呢，有人做，有人不做。然后时常他们就会说，只有少数的成员做嘛，能者多劳，劳逸不均。那其实他们还很 concern， 还很介意的一件事情是，老师，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谁做多，谁做少，没有人知道最后可能2个人上去报告，可是并不是这2个报告的人他的贡献就是最多嘛所以学生们他们其实很在意个人的贡献的多寡，是没有办法被辨识的，他就没有被激励所以他们就会告诉我说，这合作的动机是很低的，然后很不喜欢团队合作，宁愿自己做的那种个人报告。所以这是我面对的一个现场问题。那我就去思考什么叫做团队的合作贡献没有办法被彰显。那近年大家都知道，这个线上协作它其实是有那个历史记录的，而且呢可以看到各位的进度，可以看到大家的进度，谁改了什么它都是可追踪的，而且它又可以让大家跨时空的合作，这当然是疫情之后大家比较习惯的方式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们可以采用线上协作，让团队合作的历程透明公开。我希望可以改善学生们觉得这一种社会惰化的状况能不能改善这样好，当然有其他的动机啦，所以线上协作本来就是一个新的合作模式。那我也做了事前的调查，我发现我的学生他们譬如我们用最简单的 Google 的协作好了合作用 Google 大家共编这件事情，在我的学生自己已经尝试过的百分比很低，我记得大概 5% 左右，所以很多学生他没有做过这种大家合作的新合作的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应该带给他们的经验。然后其他就是大家自己在学校或者是自己在课堂上的面对的一些可能其他的原因了，包含我们学校在山上那我们的宿舍男女生宿舍那个中间要爬山坡的比较远所以以往大家会跟老师抱怨说，老师我们很难集合要集合讨论事情干嘛的，要一起用电脑写东西，这都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合作很慢那就我们的地理的特色是这样嘛，那如果我请他们都线上协作，这就我认为我当时就觉得说，那你们就没有一些借口啦，因为你们只要约好时间，大家线上，然后要助教要老师加入都很方便这样好，然后另外呢，大家的学校都有一些行政上的什么毕业生流向调查呀，或者是什么新生那种调查，看起来非常的公式，非常的形式化，可是大家在做系所评鉴的时候，勉为其难也是得处理这些 data。 我觉得这些 data 就是校务分析，我觉得可以转化成各位老师在做自己的教学研究实践研究计划的时候的一个动机譬如说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学生毕业生流向调查，他们认为说他们觉得在校内的时间哪一种学习他们觉得最有用，对他们后来进入这个业界进入社会之后最有用。我就看到一个人际学习能力是他们很希望，然后或者是很感谢学校加强给他们的，那这就是我们学校学生的特性嘛。那当然我就会着重在这一点，
设计给我的学生。好，那以及跨领域的技能本来就是大家现在的学生需要的，所以我除了研究法之外，那我们有一些你为了要线上做实验，有一些基本的程式的逻辑也要学会哈，然后使用软体来创建线上实验，那这些结合云端的协作平台，其实它整个都是一个数位能力，所以这个是其他动机，加强一下我为什么要用线上协作来当一个介入，化约一下前面有问题现场观察到的问题，那我把它转化成研究的问题的时候，就会聚焦在使用线上协作平台是否有效提升团队效能以及学习成效，这是第一个研究问题。那我也可以再扩充一下它的生态效度嘛，因为你整个课程是在培养他们的整个合作。我的这个研究是想要让大家的合作变得品质比较好哈，所以有没有助于课堂中学生合作成果的品质，我也可以用比较生态效度的成果的品质来当做一个提问或者检核。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提出我们的一变项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考我后面会用什么工具来验证这些事情。然后也有次要的问题，其实主要的研究问题教育部教学实践研究计划一定希望从学生的立场出发所以帮忙了学生什么东西。那退一步，我们也希望同时帮助到老师嘛因为老师如果觉得这整个设计是好的，那当然也间接会帮助学生的学习，所以我这边有一些次要的研究问题，也想同时在这个研究里面做讨论。线上协作这一件事情，有没有利于教师协助及辅导学生的进度和成果呢？那这件事情，他的受试者他的参与者其实就比较单纯，就是我本人还有我的助教那因为老师们刚刚有听到，包含我们可以线上协作的时候，我的课堂里面可能有8组，那以往这8组要跟我约时间讨论，真的是工程浩大。那我们现在线上协作，资料等一下会给老师们看，资料都已经在简单的 Google 平台上。那学生们只要简单的跟我和助教约好时间，我们可以跨地理的位置就上去做讨论。而且学生们的所有资料都挂在云端的时候，我跟助教随时可以去看一下各组的进度，有没有哪一组需要帮忙。第二个是有没有利于课堂运作的效率，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我等一下再跟老师们说为什么简单的一个线上协作，光是你在课堂上要叫某一组出来报告了下一组要准备了，以往你叫一组一组上来报告的时候都很拖时间，因为他们还要拿 USB， 或者是他还在那边 login 他的 Google Gmail， 对不对？还在那边找他的档案，然后拉出来又拉错的那其实云端平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让课堂上的效率也提高很多那当然我后面要验证这件事情，那目前是写到研究的问题这边。好，那这堂课的执行方式，这个计划呢，它要评估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在我们的课堂上，所以它其中有一些部分是要我们写18周的规划，对不对？或者16周的规划，还有这个规划你要怎么执行，所以我也会写一下我每一堂课中的时候课中当然是我有 lecture 有讲述然后我也有 Ruvio 啊卡户啊这一些即时反馈系统那我会先带1-2次的大家一起在电脑教室，因为其实有一些同学他不太会用线上协作工具的所以我会有1-2次短短的半小时1小时，我们就在现场实体的同步协作这样。那么课后他们就可以做小组的非同步线上协作了好，那线上协作的时候我就会有他们是在合作嘛，所以我等一下会有最后的组内互评，然后组间互评，教师的回馈
好，那我课前也有简单的一些非同步的数位教材，我想老师们可能也累积了一些可以非同步让他们预习或是复习的资料哈。线上测验做完之后，课中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学生们进入状况没有哈。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只是老师们介绍一下你本来的课程是怎么做规划的，然后呢，你可以 highlight 强调一下你现在的介入方案它的位置在哪里。好，这是这堂课的特色啦。这堂课是心理学实验法，所以我的学生们会有1整年的时间，从他们的 proposal 要报告嘛，因为报告才能够给回馈做调整。那报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小组必须合作报告，那研究的执行也是小组，因为毕竟做研究是比较耗时耗累耗力的所以是一个团队合作。然后呢，他们的结果分析跟最终的口头报告也是团队合作。然后我这整个流程是在设计他们科学研究的所有会面对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些老师们一样，从 proposal 到 proposal 的讨论，到去做实验跟收案，然后结果的分析跟口头报告。那就跟老师们一样，我们做好了研究之后，我们可能在国际会议上面做发表，是海报的发表，或者是这个口头的发表。所以我的每一个小组要练习到口头发表跟海报发表，那最终也跟我们做研究一样，是要有一个 final 的 report， 我们可能写成 article， 学生写成 report。 所以这整堂课1年，它是一个学年课，它走过的就是各位老师们在做研究的历程。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做小组的一个合作学习的方式，比较容易走过这整个流程这样。那老师们可以看到我的 proposal 和最后的 final report 是个人缴交的。我觉得在整个合作的过程里面，难免学生一定是有人做的多，有人投入的多，有人投入的少，不理解，有人自己功课做很多，很理解。那我就鼓励学生说，他们在 team work 的时候没有关系，你是整体呈现，但是你自己在缴交的 proposal 和 final report， 我是不让他们重复的，就是个人写个人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在设计他们的团队合作里面凸显个人的表现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有让他们知道，你们这2个学期前面这个学期末要交 proposal， 第2个学期的学期末要交 final report， 这2个东西是个人的所以并不会埋藏你自己的付出。那中间的团队合作，我也会给组内互评那组内互评呢，我会做一个加权的设计，我有在课前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老师们不晓得有没有觉得，其实你去看教育部的这些绩优计划，其实所有的介入它本身都不难，很可能是大家都有尝试过的一些策略，只是我们把它标准化的写出来，说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看这件事情的事前事后的影响所以其实我的这个所谓云端协作一点都不难，跟一点都不深入，不是说不深入啦，是它不是一个技术性非常高的，可是对我来讲帮助非常的大其实我的所有学生呢，这个修课人数大约是60人，所有的学生从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就给他这一个共编的页面我们也不用叫他平台，我拿最简单的 Google， 因为学生们我们不要给他一大堆的入门的门槛就像现在 AI 有那么多，然后一下子要学 Gemini， 然后一下要 GPT， 一下要换来换去所以其实我给他们最简单的工具就是 Google 就好了因为 Google 它本身就可以记录所有学生 login 之后做的一个事情嘛。那我提供的协作平台，首先它有一个音架的功能，它从上课开始它就会知道我们整组会从第一
件事情一直做到第13件事情，那我整个学年就完成了我的小组研究那我也在单一画面里面提供他们各种各样的引导，他可以在还没有做就先去看一下原来我们在知情同意书的时候要写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音架的功能然后我也把工具都放在连结都放在这边，让学生们有方向感，有方向感他会比较安全他会觉得比较掌握度比较高。然后呢比较重要的部分是这里，因为我的所有学生是分组的像第一组可能有8、9位同学，那么从开始讨论开始，他们就要慢慢的填上这些资料，这整个历程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要从开始找一个研究主题开始，那有了研究主题，他要找到参考的文献，也要帮我放上来然后他从 proposal 开始，我都请他们就是直接放上来那它有很多好处，包含老师去看他的进度，包含其他组来看别人的进度，这样，所以我就给他很简单的表格，可是这都是很重要的引导，包含他要研究的主题，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要研究的场地跟方式是什么，以及他最后要用什么样子的统计方法，这样，所以像第一组、第二组，譬如他们这个已经是111学年了那我们都还可以追踪，表示这一组，因为我是让他们自己做这一个连结的所以这一组的组员他们什么时候要把这个资料移除掉，这都是他们的一个自由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教学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共编方式，他会上来改东西，然后我会在历史的这个地方，就是共编的历史的这个地方，我就可以看到同学们是谁上来做的，花了多少时间，那也包含他们所有的这个文件譬如说他研究做完了，要给受试者 debriefing， 那像这种事情都很枯燥，然后以往呢，你要请学生一份一份的给你就是非常乱，而且你要提供给其他人做示范或者做教学的时候都非常的手忙脚乱但是老师们如果有复杂的课程的作业，像我一样是比较长期的，我觉得直接用协作的方式是一个我自己非常觉得很好的尝试，这样子好，所以回到我们的报告，所以我先前不是用这样子的云端协作，那我110年呢就申请计划，然后做这样子的做这样子的云端协作，然后我想要知道这样子的协作方式对于大家在合作上面有没有帮忙。这里是提供音架的画面，提供音架给他们是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就是互相观摩，便于辅导，而且所有的资料都开放在这边，每一小组的进度，每一个小组谁做了什么事情，都会在这个协作的这个表单上面。这个是稍微需要同学们去习惯和那个会使用的所以我刚刚才会设计我的课上面大概会有1、2次，大家是具体的同步，然后在电脑教室，然后协作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组员啊，他不晓得要开放那个阅读权限嘛，所以他在这个合作的时候，他就自己看得到而已，连他的组员都看不到那我的要求是你的组内的同仁组内的那个 member 是要可编辑的，可是你的组外的 member 是要可阅览的所以光是这件事情就要小小的引导一下。那当然年轻人很快就学会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实体引导一下的话，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个动机把它完成，因为他会卡关他就不理你这样子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要全线上我的线上是包含以往我在收案的时候，这个跟我们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山上，那我的学生们要练习收案，以往呢他们要去招募受试者，那佛光大学的规模比较小，我们现在3000人以下所以他们在那个
征案的时候，其实很受到一个限制嘛。那现在线上实验软体，我们把它教会之后，这个线上实验软体已经不只可以收问卷了，它也可以收反应时间，正确率当然不用讲，而且它的记录非常好，它也记录 IP 哈。最近有在讨论 AI， 它可以假装人，然后可以帮大家填问卷，而且做出来还跟所谓刻板印象差不多哈，就是它可以模拟人哈。但是像这个线上实验软体叫做 SciToolKit， 它也可以记录那个位置哈，然后它也可以限制你用 Google 账号进来的话，你只能做一次啊等等的哈。所以在这整个线上化里面也包含了要对他们训练线上实验的软体，所以你可以看到同学们他从刚刚整个流程同意书，然后开始做研究，然后 debriefing 就是研究后的解释它都在线上完成这样。这个 SciToolKit 的实验软体，它的优点就有可以远距收案，可以设计问卷，可以记录反应时间和正确率。基本上我们在实验室能做到的事情除了我不能收眼动啦，我眼动一定要到实验室来，然后脑波这个生理回馈仪一定要到实验室来之外，我们在做反应时间的，像这一组是在做那个情绪的辨识他要判断这个脸孔是哪一种情绪，那当然有正确的问题，还有它时间快慢的问题，这样都可以远距来做达成。好，这个是 debriefing 的画面。好，那刚刚其实是比较课程的细节，那当然老师们可以举一反三，就是你自己的课程的一个特性跟我不太一样，但是希望有一点点可利用的东西。那现在的部分来讲一下，我们所有的研究在这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都会遇到的，就是那你这个研究的设计是什么？这就跟你的教学设计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写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常常会比较 confuse 的事情是，你到底是在讲你的教学还是在讲你的研究这件事情在写作的时候要厘清一点，包含我刚刚有提到我的教学目标跟研究目标是不同的嘛好，那研究本身我用什么样子的设计，那刚刚我在讲前面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了，因为我们不是教育界的，我们比较是做科学研究的伙伴，其实我们比较习惯的是类实验，是实验设计是非常控制的实验设计。我们甚至有控制组、实验组，我们有随机分派，我们要求内部效度，因为我们要做因果推论。但是我发现在教学现场做教学实践研究计划，要把这些先放开，因为你是会改变的嘛这你的学生会变，你每一届也不一样，然后你也没有实验组跟控制组你更不能随机分派所以我们先讲类实验设计，因为我本身还是量化的训练后的人，所以你东西不量化，我没有安全感，而且我没有信心，所以我先介绍右下角这个类实验设计，这个是我们做科学的人比较习惯的部分。那我刚刚有说我的一变项就是团队效能最重要的是团队效能那团队效能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团队的时候，我要怎么叫我的学生评估？所以团队效能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办法做前后测的。他就还没合作，你干嘛要叫他做团队效能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只有后测，一个 group 只有后测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非常 weak 的实验设计嘛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学生做团队效能的评估，学期末学年末了，他会针对这一堂课的他的 group 做团队效能，然后同时我邀请他对同时间已经完成的其他课的团队做团队效能。所以这当然不是非常严谨的实验设计这个在内部效度一定会被打枪的，因为它不同课不同老师也不同伙伴但是至少我收集了这一个客观的指标，我想知道我的课的小组他自己觉得的团队效能和同一时间他的另外一门课，因为我是大二的课，大二他们刚好在上心理学实验法和心理测验学，这两门课都是方法课，
所以然后那个方法课心理测验学通常另外一个老师带的时候也是分组的，所以我的学生他通常都会针对这一堂课的团队效能给我一个成绩，然后呢他同一个时间的另外一个团队的团队效能他也 self report 就是自我报告也是另外一个成绩，然后我做比对。我在 proposal 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我要这样比对了，那等一下再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后果。除此之外呢，其他东西我就可以做前后测了，包含什么认知测验啊，认知测验其实就是各位老师的期中期末考的那种考题，就是一个认知测验嘛，因为我想要知道我的教学那些知识的东西你获得了没有哈，所以这个前后测试理论上是一定要有显著的差异的，否则我会觉得我这一整年教你的东西你都还给我了哈。那另外我也好奇学习动机，那学习动机这个东西是态度 OK， 态度可以前后测，因为态度有一点是我就算还没有学过心理学实验法，但是我可以评估我对于这种心理学研究有多喜欢啊，有多想看啊，有多愿意去学习啊，所以态度这种东西那它至少虽然只有一组，但是它可以做前后测，所以我就把它放了前后测这边。好，那另外我还有一个绿色的这个指标叫做组内互评。组内互评本来就是教学过程里面，因为我要公平一点嘛，你小组里面组内互评，我要给你加权，不是一组里面这一组的得分是95分，每一个人都是95分，这样不公平，所以你们组内互评的时候，某一个大家都给他很高分，他就真的得了100%的95分。那有一个同学他真的没有参与，大家都给他很低分，那这个95分我就要打折。所以绿色这个组内互评本来就会在这个课堂里面那我会在上学期的时候组内互评一次，下学期的时候组内互评一次。所以我刚刚在最前面的时候有提到，这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一变项不用只有一个，老师们觉得某一个一变项对于呼应你的问题有帮助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把它列进来这样。所以你看我的颜色大概就有4个一变项在我的量化实验里面。好，那既然有4个一变项，在我们设计的时候工具就很重要，所以我很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工具，但我觉得工具的选择真的是如虎添翼，能够不要自己设计的就不要自己设计，因为工具是需要有信度效度的嘛，别人如果已经设计好，我们就改它就好了，当然我们要给它 citation， 然后改变它，譬如说我最重要的叫做团队效能，那我就先去找团队效能这个量表有没有已经有信效度的，有啊，2010年张同妙老师还有刘维群老师，他们已经发展了一个很棒的团队合作意愿及信心提项的一个量表，那我当然就用他们的量表改一些我需要的内容，就可以很有效的来测量我的学生他的团队效能指标是什么样。所以我很简单的讲一下，譬如说第一部分是我加的这个张老师他们的量表是从第2部，我记得应该是这样，从第2部分开始包含这是一种对自己这一个团队的信心哦。我很高兴加入这个团队吗？就是有1到5分或者是我愿意为这个团队付出吗？或者是我是不是身为这个团队的一员，我觉得很好或者是整体而言我对团队的工作表现满意吗？所以其实这无关于你这个团队合作的项目是什么，所以我请我的学生在学期末的时候对我这堂课做一次他的小组的团队效能量表。那你可以看到我的第3部分，我的第3部分是刻意的，张老师他们绝对没有这个部分第3部分我重复一次，可是我请我的学生用最近一次的课堂分组合作经验，而且括号一样要已经完成任务的这个团队再回答一次团队效能，其实只有12题而已，对他们的负担也不大，他只要在第3部分想象另外一个课的团队就可以了。好，那第1部分我只是很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本身喜不喜欢小组合作啦如果可以选择，
我喜欢团队合作胜于独立合作吗？因为我真的很好奇他们，因为以往他们比较喜欢独立嘛，所以我想要看一下他们现在的状况这样。所以第一个指标，我最重要的指标，我用的就是张老师他的团队效能量表来改的。第二个指标是学习动机。学习动机我也不要自己乱问，我不要自己乱编题，我用陈学志老师，也是2010嘛，我用陈学志老师2010年他发表过的学习动机量表，那你要改成你的课啊。我看心理学实验法相关文章或影片，你喜欢吗？我喜欢看心理学实验法相关文章或影片。我刚刚有提到，这是一个态度，所以我开学的时候，我就可以先测一个前测了嘛。因为这是他自己可以想象的事情啊。我愿意多接触心理学实验法相关文章或影片吗？你课程上到第1周、第2周，他就大概已经知道心理学实验法是什么东西了，所以你就先测一下他的学习动机、他的态度，然后学年末的时候，经过了一整年的波折跟一整年的学习之后，他对于这个领域他是更有学习动机了，还是这个学习动机都被我磨灭了？所以这个是我的第2个指标。第3个指标我觉得也很重要，很好用因为老师们我们都有很多的合作。那合作的时候，我们做过引导吗？我们有教学生什么样的合作叫做好的合作人吗？我以前没有直到我要认真的去做教育部的计划的时候，我觉得不行啊，我要有指标嘛。结果我就发现这个 rubric 它不但是指标，它还是引导。所以我在开学他们要合作之前，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的组内互评量表在这里。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分成1、2、3、4、5个项目哦。你5个项目你会被评核，然后你也会评量别人嘛，评量你的 member。首先是团队的会议或活动时的贡献，就是 ING 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的贡献，由表现优良4分到上代加强1分。那中间我就会写好，当然不是我写的中间就会写好所谓表现优良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同才他有没有清楚表达建议或想法，而且他还说明了优点，然后帮助了这个团队的活动进行，有吗？他有的话就请你给他4分。所以一个同学他可能会评6个伙伴，那这6个伙伴也会评他这样子。好，那譬如说团队活动的时间外的个人贡献的这个项目，什么叫做表现优良？什么叫做善待加强？然后还有抽象一点的哦。我们今天在合作的时候，你这个人有没有营造建设性的团队氛围的那个能力呀？譬如说你谈话中有没有礼貌、建设性、尊重的对待你的伙伴？你有没有正面的态度？等等，你有没有激励你的伙伴？你有没有提供帮助给你的伙伴？如果你都有的话，你这个人得4分啊。好，我为什么花多一点时间再介绍这个美国大学校院协会提供的这一个 rubric？ 那他们当然是做好了研究之后 release 出这个 rubric 来给我们使用。那对学生来讲，你一开始就告诉他，你可以看看这些项目，这些引导让你知道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合作人。然后学期末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量表来评估你的伙伴，那所得的分数会加权在你的小组分数里面回馈给你，这样。好，这是第3个指标。所以我到此为止，我都没有自己去创造指标，因为我们自己学心理学的，我们知道那个是心理测验学的专业，人家创立工具已经非常辛苦了，你自己还要在这个小研究里面创立工具，是这个研究没有要 support 你那么多。好 OK， 好，然后曾经有同事问我说，你不累死了吗？像这个你不累死了吗？你每一个同学给你6个人的分数，不是你累死就是你的助教累死嘛。那用 Excel 好吗？ OK 啦， Excel 已经帮忙很多了嘛。但是我们还可以更聪明一点。现在是1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可以讲完工具，看大家需不需要休息一下哈。好，那对，我的同事就跟我说，魏伦老师，你这样子把你自己累死了吧？哈，不会，因为像 Ruvio 这个应该是清大还是交大研发出来的 Ruvio， 很多学校都在用。Ruvio 里面的设定，它就可以分组。分组之后呢，你要叫他说这一题是组间互评，他就组间互评，就是你自己就不会帮你这一组评分嘛，对不对？所以很好用。然后你说你这一题要做组内互评，那太棒了，他就直接帮你这个组内互评设定成我只能帮我6个 member 评分，6个 member 会帮我评分，我评不到我自己，别的组也不会来混淆。那它是系统嘛，所以它直接给你，你要看仔细的分项的成绩就分项，你要看平均的就平均。所以回到这一个 rubric， 你不会把自己累死，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把这些项目写到你的 Ruvio， 写到你的 Ruvio 系统里面就可以了，只要做一次。那这些当然就更简单了嘛，这些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困难的计算，没有关系，我也可以直接再回来我们的 QR code 啊。可是其实老师们，你只要用这些关键字都找得到，然后会后会提供给大家。哦，还有连结，我可以直接按连结。连结是我很善良的帮大家做成 Google 表单，所以如果大家要直接拿 Google 表单也可以，不是善良啦，对不起，反正要用很多遍嘛，所以我就做了那个 Google 表单可以传给大家。可是你要自己去改成你比较适合的用法，然后要 cite 他们，要 citation， 要引用他们。我想要用这个 QR code 的伙伴们、同事们，可能就是会用到那个小组的分组，这在课堂上很好用。但是在这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除非它是你的变项，除非你本来就是要跟我一样是问团队合作的问题，你就适合把它当成你的研究上面的一个变项工具，这样。好 ，OK， 那刚刚是说变项的工具，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些刚刚的那些工具？是因为我在做类实验设计嘛，所以类实验设计有一些客观指标是我在乎的，所以我就去找了这4个工具去契合我这4个变项。好，那可是现在是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嘛，我根本就不是教育界的人，我不晓得教育界是怎么面对这种乱七八糟的研究环境。我的意思不是一个否定，我的意思是他们太厉害了，因为你在教学现场做研究根本就没有办法像实验室一样，我要随机分派啊，我要控制啊，那我这几年就观察到，原来教育界的人他们很会用行动研究法，行动研究法。我一开始真的就听不懂，我想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做行动吗？那我听了一些之后，我想说我也没有时间去真的学习一整堂的18周的行动研究法。好，那我就很认真的，不然我就去找一本书来学习好了哈。那其实它的概念大约就是如此哈。那我先简单讲哈，譬如说我们发现问题嘛哈，那发现问题这件事情像我的例子就是团队合作效能有待提升啊哈。好，那我诊断一下问题哈。我觉得我猜的，这是研究者的猜测哈。我猜测呢，个人贡献不透明这件事情，还有合作耗时又效率低这件事情，应该是团队合作效能里面的重要因素，这是我诊断的。好，然后我就做了文献探讨啊，还有我去访问一些同侪专家啊，于是我就提出了我的行动研究计划。这4格大家都一样的啦，就是你要把它放进来行动研究里面，其实就这4个。然后像这样子的流程，我等一下会介绍一本书，我就是跟着人家的专业，就告诉我说，行动研究要有这样子的流程。好，那这其实也是大家在做科学研究的历程嘛。好，那等一下不同的历程就来了。好，行动研究计划呢，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案，这些方案呢都是去契合你的团队合作效能的提升的。那我把它画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教学方案1其实是我109年的
110年的计划，然后我的教学方案2就是今天分享的是111的计划，然后我的教学方案3是112的时候通过的计划。所以老师们可能也会有一个疑惑，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针对同一堂课，甚至我还同一个目标历年申请？那我的例子是可以的，而且还很好，因为你在进展嘛，你又不是1年的一个策略一个方案你就很满意了因为团队合作我觉得就很重要啊，其他课也没有这么有机会训练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好，我就知道我的教学方案1是什么那我的教学方案2就是团队线上协作，让个人贡献透明化这件事情就是这一期的案子。然后呢，他们这种行动研究很习惯这样你有一个大方案1、大方案2、大方案3，那这个方案你想要达成，你就会有策略1、2、3、4、5所以我的策略就有什么云端共同编辑啊，然后我要请学生记得用注解啊，因为注解才能够沟通嘛然后我还有第3个策略是辅导者可以去看版本记录啊然后还有一些编辑建议，还有检视模式的应用，我也要教给我的学生这样所以有一些小小的策略会放在里面那也许老师们你还没有那么多方案，那你就放一个就好，所以你就从最上面然后到一个方案然后有了方案之后，我们再做行动研究，我们就要去实施跟观察，然后我们要做检讨和修正。行动研究跟我们在实验室做研究最大的差别在这些箭头，往回去改的多次的螺旋的箭头这是我近年学到的它的意义因为你是行动，那个就是要调整的意思。所以当我做这个案子，我发现学生他不太会用云端，是因为没有人带过他，所以我赶快回旋，我回来说我这个行动计划里面的策略应该要有先带一步，实体的时候带一步之类的，我举个例子啦好，所以你有多次的螺旋历程之后，好往下走了因为你执行完了嘛，你就开始要放上你的研究成效的评量，所以刚刚你可以听到我1、2、3、4的客观评量那客观评量之外是不够的，因为很多资讯它是在质化的地方才会出现所以行动研究他们绝对不欣赏我们这种只有量化的 data 他们会觉得太化约了嘛所以你看我这边还会放，那我要有教师观察嘛教师观察每1周有观察的话叫做质化的，然后我要不要访谈一些学生那就有访谈的记录，然后我要不要有一些省思啊札记啊的资料可以做分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成效评量就不止刚刚的4个了我就1、2、3、4、5、6、7，那最后有一个结论和省思。那我再说一次，就是当你有结论跟省思的时候，你要再回过头来改变你的行动研究计划。所以有一些行动研究计划它是1个月就转一次，然后因为1个学期有4个月嘛，所以有一些老师在写计划的时候是这么厉害的他1个月就一次，第2个月他又调整一次，他自己的规划是这样这样。好，那讲到这边，你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对行动研究很没有把握嘛那我这边找到的一本书是张德瑞老师他们在2014年很完整，然后步骤很清晰的一个介绍。那我没有信心，所以我跟着他们的这一本书，我知道说原来行动研究法有这一些步骤包含这个右边这个步骤，我就了解了，我就去把它转化成我自己的研究的步骤。那它有很多工具，因为我不是质化的专家，它的工具可以引导我补充我这一种完全量化的人的一些做法所以我就把它所有的表格做出来所以老师们可以把这一本书，它应该有线上，它应该有电子书吧或者各位的图书馆应该都有，就叫做教学行动研究实务手册与理论介绍。你看它叫做实务手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研究阶段就帮我们分了研究阶段我已经画在右边的
流程图里面有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哪些表诊断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哪些表。诊断问题不能我自己发想嘛，我自己发想太没有依据了。那他行动研究的依据是什么呢？我可以做访问啊，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表格是诊断问题的访谈记录表。那我们在做 proposal 对不对？我们在写 proposal 的时候，你可以先挑1、2位学生访谈，你就可以放进去，或者我们只是在做 proposal 嘛，所以你就让委员知道我有这些工具。好，我可能在你通过我，你7月会通过我，我8月就先做访谈。你就先规划在里面，可他没有办法被你说服嘛，他怎么知道你会做行动研究？那你就要提供这些工具，告诉他说我表格都做好了，你7月通过我8月就会去访谈学生，我就会诊断我的问题，然后呢我怎么样选择我的方法等等的，然后我就不会做质性研究。那至少你给我知道说质性研究的资料分析，我要有什么样子的概念，什么样子的一些记录的方式，我可以跟随着别人做行动研究的专业来进行，这样。那我相信像这个其实可能很简单，但是我没有被引导过，所以它的表格都可以引导我。这个是在一个完全不会行动研究法的非教育界的人怎么去踏进行动研究法的我的一个捷径跟方法，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15张表格完成行动研究。那不过我这边要岔题一下，因为基本上我知道老师们教学都好忙好忙好忙，这些规划啊，如果没有先规划好，其实那个时间一过，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的。你看我会不会忘记给他做前测？会耶，就是来不及。就是本来呢我们如果只是想好，然后7月的时候通过了，然后9月开始很忙很忙的上课，你就会忘记你什么时候要给他做前测，什么时候要给他做后测呢。所以这些工具要先放好，然后放在你那个18周的 syllabus 上面，否则就是一种船过水无痕，来不及回来的感觉，因为大家的课都是非常的忙碌的。好，那终于要给大家看一下，前面都是 proposal， 跟大家下个月要教的东西有关。那我们看一下这件事情做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呈现。我先把团队效能秀出来，因为它是我最重要的指标嘛。抱歉，团队效能。那你看我就请整个学年过去了，他们都合作完了，报告完了，海报展什么都完成了。那我请他对本课，那这个都是非强制的，所以他那个 N 都会不一样。这个 N 一样是因为他同一个表单，团队效能表单，我要他先想自己这一堂课的小组，然后再去想同时期其他课的小组嘛。那你就会看到分数是 5.02 跟 4.59。那我们当然是描述统计之后就做那个 T 检定嘛，而且这是相异样本 T 检定，那它这两个就是有差的。在这里就是 0.02， 它的 Cohen 那个效果量是 0.43， 那大概可以接受这样子。所以我就呼应一件事情是，至少我这个课程的小组合作，在我整套的设计之下，学生们应该觉得这个团队效能是他 OK 的。就他喜欢这个团队，他愿意为这个团队付出，是他自己的团队他不是在评别人。好 OK， 那蓝色的认知测验刚刚有提到，这其实是废话啦。如果说我们教了一大堆的知识，他后测没有比较好的话，那很难过嘛。所以他前测30分平均，然后后测60分，也没有好到哪里，就及格而已。那这个为什么 N45 呢？是因为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如果很多事情你不用分开来做，它本身就是我的期中考、期末考，那太好了。当然前测不是啦，后测我就直接把它刊入，这叫什么？把它包在那个期末考里面。那其中的某20题是跟前测的20题是一样的。那你就会看到 OK， 至少它的那个知识性一定是被提升的，学习动机没有差。
这学习动机这件事情，可能他的态度本身好就好啊，态度本身不喜欢就不喜欢。所以我好几届的研究，学习动机一直都是常见的大家喜欢的异变项哈，因为我们都觉得学生你没有想学呢哈，所以我很想要把学习动机做个改变。那还好啦，就是4跟4没有什么差别。好，那组内互评就有一点点尴尬哈。组内互评在第1学期末的时候，就是那个合作还没有非常深入，合作还比较表浅的时候，我给我的同才都还蛮好的分数，平均来讲大家是75左右。可是经过了1整年的合作之后，你可以看标准差也变大了嘛齁。就是有一些人你是会给他惩罚的，就是过了1整年之后，他真的是怠惰型的，他都完全没有贡献的，所以我可能给他20分，给他15分。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体的分数是往下降的。所以这个有显著吗？有，就是组内互评在第1个学期末跟第2个学期末，第2个学期末组内互评其实比较狠心，大家比较心狠手辣的。好，那我框起来的其实是我最主要的目标啦。那我的结论就会写在这边，就是理论上它对团队效能应该有所提升。那我想我不用重复再念给大家听，认知测验、学习动机，还有最主要的是这里，好，第4点是团队效能。好，那组内互评不小心是一个扣分的状态，但是这可能是合作的历程里面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是量化。然后我也单独了问学生说，这个云端线上协作这件事情，大家的观感到底是如何哈？我们很多教学实践研究计划是不用知情同意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在教学，所以学生没有拒绝的空间啊，因为我们在教学嘛，所以我们没有知情同意书。可是我们在最后，我会告诉他们我这整个计划在干什么，然后问他们说，好，这个是我新的方法嘛，那对于这个新的方法，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那首先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所以我刚刚讲错了哈，是一半哈，大概一半的学生在这一堂课之前，他们是没有云端协作过的哈，一半哈。然后课程结束之后，我给他们5点量表，那他们去回答云端线上协作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个是自我评估，有没有对小组团队合作有帮忙哈？那平均是还可以啦，这是5点量表，就是比2.5高一些哈，就是3.38啊。然后他们觉得对老师协助他们小组，他们觉得有没有帮忙，再高一点点3.49哈。那他们观察，我们有没有因此课堂的运作很有效率哈？他们是3.46，这是他们给的客观指标。但是就身为老师来讲，你每次上课你就打开那个云端，你是直接按他们的小组报告出来的。你就说第3组，你第3组呢，我就直接帮你开了你的云端 slides， 你只要人走上来就好。你会节省那一种拖拖拉拉很像树懒的那种学生的动作时间，然后他光找个 USB， 5个人就在那边推来推去，然后 USB 插起来，然后又中毒，或者是他又开始在你的讲台上面在那边登入他的 Google 账号，然后又忘记密码。我是一个很心急的老师，自从有了这样子的云端，我课前就先按进去了，我都先确定我的7组8组学生他的云端的报告都是有效的，都是看得到的，我就可以避免课堂上在那边很像树懒的那些学生的动作，所以他们就可以被我逼的马上站上台，就可以直接分享他们的内容。所以对于课堂运作，我本人的直话的回馈是很好用的，这样哈。然后我也问说，他们如果以后有需要跟别人合作的话，他们会不会倾向继续采用云端协作？3.38。好，那直话研究大概就是这一些名词。那我有特别拿出，对，这就是我要的那一些质化研究，把它搬出来，这样。因为质化研究真的不是我的强项，我想应该更有一些老师更知道要如何把关键字
转化成量化。那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是很熟悉，但是至少大家要记得，你什么时候要收集质性回馈这件事情，你在 proposal 上面规划好，你的委员就会对你很有信心，他就会觉得说，经费给你是对的嘛，因为你知道怎么收集这些，你也准备好要收集这些东西，这样。好，那我有说，我这整个课程下来，除了我刚刚的客观4个指标，还有质化指标之外，我也可以看一下更具生态效度的指标嘛。我这一整年之后，学生的小组的作品 OK 不 OK？ 这个不要靠我自己评量，这个最好是靠其他同才的相关领域的老师帮忙你，所以你的 proposal 里面也很适合纳入这种规划，因为我们不是要规划那个经费嘛，你的经费里面就可以有其他同才帮你评鉴的这样子的项目哈。那我这个不是啦，我这个是刚好利用我们系上每一年都有成果展，那成果展呢就会有免费制度里面本来就有的评审，太好了，我也不用给其他老师薪水，对不对？就是这个是这个制度，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制度来评鉴你的教学学生的作品。所以在27件的参展作品里面，有大学部有硕士班哦。那这一堂课可以有8组参展，而且可以获得唯一的特优、优等，还有2项佳作。那这件事情它就可能至少是一个说，你这整年的教学学生学到的东西，产出的作品也是被其他同才老师给认可的。这样子的一个证据。那回到 proposal， 所以在写 proposal 的时候，你也可以就做好这样子的规划，给你的审查委员了解，这样哈。好，那这一堂课呢，后来还要有售后服务，这就是我的事情了，跟学生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学生他是有意愿，然后我是义务辅导他们。他们在课堂做的东西，参加了系上的，那也要优化。你如果愿意优化，去参加正式的国内外的 conference 的话，那就完全是课后的事情。这里有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在课堂里面要求一定要投稿，或者是要求一定要干嘛，就是这是伦理问题嘛，因为教学是我们在教他，在教学的这件事情。可是之后如果学生们想要把它发表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教学的成绩都已经送出了之后的事情，它是独立的事情，这样。好 OK， 那其实接下来很快的看过去学生们的表现，在他们的 poster 海报上的表现，我为什么敢这样子秀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制度上面安全的事情，因为学生的作品，老师们现在都知道学生的作品有著作权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成果上面要附上，或是我们演讲的时候要秀出来，我们会不会侵害一些学生的权益？那你看到我刚刚参加什么？我参加系上的成果展，他们在系上成果展的这个阶段就签署那个公开的同意书了，然后也上网了，然后国际会议也一样，国际会议他们的摘要也是公开了。然后海报也现场展出，都是公开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老师们的学生作品刚好配合了这一些活动，自然而然就比较没有那种学生作品被公开的考量，著作权的考量。好，但是当然我之后也都会拿掉。所以这是我们这里有12组，很简单的让各位看过去。其实在辅导这一些专案都好辛苦哦，我想各位老师在带团队的时候就会了解到，从零然后到做完，我们不能说做好，因为这些都是大学部的学生，我们尽量的让它符合科学，尽量的让它做好，统计要用对，分析要看得懂，这些事情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今天有线上协作平台给我和助教非常大的帮忙，要不然你光是个7组8组，你在看你在辅导上面就会耗费心神是更多的。好，那我这边有一些的反思，就是我觉得就用最简单的就好了，不用
炫技，就是我就选 Google。我觉得现在我们都要做 AI 导入，对不对？我觉得 AI 最后也会稳定到，我希望啦，希望哪天就是差不多不用做图去选一种 AI，然后干嘛去选另外一种 AI。那希望 Google 可以帮我们整合，因为我觉得门槛越少越好。好，那我用 Google 是因为学生熟悉嘛，然后当然就没有时空限制啊，等等的这些已经讲过了。然后有一点要小心，我不太确定大家的数位设备是不是都很平均。那我要考量到我的学生有没有在家里在宿舍没有办法上网的，然后没有办法一起线上协作的，所以我会调查一下，然后我也会确保系上有他们可以进去使用的电脑空间、网络空间，至少它可以在系上是被提供的，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下数位歧视的这件事情。好，那回到我最想要分享的部分，就是大家都可以运用上的行动研究，那搭配你很熟悉的研究的设计，这样就可以跨到教育界，不会是他们觉得看不懂，或者是嫌弃我们太化约。好，我等一下后面会简单讲一下我的错，如果没有要打断我的话，我就先讲一下其他的心得。这是很多老师跟我讨论的时候会问的，他可不可以同一门课重复申请？这个答案一定是可以的。我本人的做法是，我有2门课都是必修，所以长期是由我来授课。其中一门就是心理学实验法。那实验法本身它是一个方法学，所以我觉得方法学是值得我投资比较多的，因为它适用在各个领域，而且学生要带出去社会上面使用的就是实验法。所以老师们可以看到我框起来的蓝色是110、11、113课堂都是心理学实验法，而且目标都是团队合作。当然我刚刚已经给大家看这个图了，所以这个图的教学方案1是我110的，教学方案2是11的，教学方案3是112的。112我做了什么事呢？老师们，你们都怎么分组的？通常我们最简单就是让学生自己分，对不对？让学生自己分，我一直感到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很舍不得的事情是，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有一些状况，可能有一些身心状况也好，或是个性也好，他会是落单的。所以我教书10几年来，我都会很舍不得那种落单的学生。落单的学生，大家的做法是什么？做法就是最后就是他们几个落单的变成一组嘛，对不对？我觉得对他们的互相学习上面很可惜。那些很会讲话的、很热情的，他们自己都抓一组了。我很希望我用其他方法来帮他们分组。我希望大家一个团队里面，套学生喜欢说的，有 I 人有 E 人，这个对心理学来讲很不专业，就是有 I 人有 E 人，有爱说话、爱发表的，有不同的风格的。我希望能够帮忙他们的分组，所以我112年呢，我的策略就增加了学习风格一直分组。简单来讲，就是老师分组。那我靠什么分组呢？我先帮他们做学习风格的测验，量表。好，我先做学习风格的量表。其实我没有讲的事情是，我同时也拿他们在我的普心 General Psychology 的分数，我同时用分数帮他们分组，还有学习风格量表帮他们分组，我来分。所以每一组里面呢，有爱讲话的、会发表的，有比较闷的、比较内向的，成绩比较好的、成绩比较差的。好，那这是我的第3年计划。我想知道这种分组方式对于跟以前他们自己分组的方式做比较，有没有比较好？我觉得我是蛮失败的，这一个第3年的尝试。113年，我刚刚是不是讲错哈？113年的尝试，你看学习风格一直分组，我觉得我失败的原因是，当是由我来分组的时候，
小组里面总是一定嘛，总是还是会有不做的、约不到时间的、联络不到的同学。我发现小组会推给我，就是学生会更生气，学生会，老师你可以不要帮我们分组吗？这个人我都找不到，他根本不参与。学生会把这个怒气，变成说为什么你要分组？为什么你要帮我分组？所以目前，因为这是才半年前结束的案子，我目前的质化的反应是不太好的。所以回答我刚刚想要分享的这一页，可以的，同一个课程重复申请不但可以，而且我觉得很有帮助。就在同一个议题上面，你看都是合作学习的促进。同一个议题上面，我会知道某一种策略，我觉得我用的很成功；某一种策略，我想一想，我还是退后好了。我可能未来不想要再帮学生分组，因为我发现我还没有找到我帮他们分组，然后他们又不会觉得很不适应、很生气，就意愿会比较低的。我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那这当然就是大家做这种案子之后还可以衍生出去的下一次这样。我的另外一门课就是知识性的，是知觉心理学。那知觉心理学的部分，我的介入方式是教具的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就用不同的方式。那刚刚其实我是先用我自己的具体例子而已，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大家的现阶段，就是找到你要问的那一些成效，它的客观指标工具。记得我们绝对不能很长的问卷，我们也不能叨扰学生很多次。所以你会看到我刚刚分享的那些有信效度的问卷，顶多就是10几题，然后你把它包在一起，你也可以用 Google 表单，你也可以用 Rubio。那对学生来讲，他是在学习的历程里面，你不要说把它抽出来做，做得他很辛苦。这个是教学实践研究计划会被诟病的地方，因为我们还是以教学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以我们的研究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审查委员他们会看，他们会问，你有必要一定要让学生期中、期末、期初都各花1个小时填一大堆资料吗？就尽量是不要，就尽量是你的课程里面本来就有的东西，或者是很短的，但是有信效度的工具。所以我这边就随便找了一下态度的工具、认知的工具，还有 skill 就是技术的工具这样。那其中认知的是老师们的专业，通常就是你的期中、期末考的那一种考题，就是认知的工具了。好，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啦，就是动机量表，我刚刚是拿学制老师的嘛，那动机量表有好多，那就挑老师们觉得适合的来改就可以了。来，像这个，它的题目就叫做这门课中，那你连改都不用改。然后你看这里也有团队合作的其他的例子，2008年的。大家如果觉得哇哦，这才8题呀，很简单，很好用，你就 cite 好，翻译成中文，适合的中文就可以了，就可以使用了。这个也是所以其实我用团队合作的态度去 search，就有很多例子可以使用了。我来讲一下，我们这种从实验型的人，通常都只申请国科会计划的人，我觉得是我的错误啦。我的错误就是把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当成国科会计划来写来做，就非常的挫折，非常的挫折。在你提 proposal 的时候，可能就会被 reject。那另外呢，就是你根本做不到，就是后面你可能已经通过了，可是你发现你一直在自打嘴巴，就是没有办法收集那么多，没有办法控制这么多，前后界差这么多，怎么比这样好，我这张图是拿教育部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总计划的老师们在分享的时候，我给他截下来的。我没有 citation， 因为某一场。所以其实要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是他们的提醒啦。好，那这就是我一开始109、110前几年在提案的时候，我自己现在看都觉得很疯狂。
就是我想说不行啊，我要问我某一个教学介入方式。我那时候的题目是什么？题目是这样，我那时候的那个企图是我要有内部效度嘛，不然我怎么有因果的推论的可能性所以我就同时想要做横断跟 longitudinal， 就是追踪的。你看我就自己规划了，反正一直在我手上嘛，因为我这门课一直在我手上，所以我会有109的那一届还在申请还没有通过哦，那个就当我的控制组。然后我申请理论上过了之后，我会执行在哪一组呢？110然后呢，我想要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们不是都喜欢做生态效度重复验证嘛，所以我又规划了111所以我真的是想太多，因为他才给我1年的钱，然后很少就比起国科会计划来讲，钱也很少，然后我就写成这样，觉得太夸张了。意思是说，我这个学期末，我同时还在追踪我的前面一届所以我有横断的，然后我也有 longitudinal 的。然后这个整个合起来就叫做 cohort sequential design 嘛如果我们有做发展的老师们就知道，这是世代序列设计啊。我觉得我当年真的是想太多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教学研究辅导你怎么可能一边教学，然后一边对你的前后届，然后同时都收案，然后把这一个 table 弄得漂漂亮亮的所以我后来就不这么做了。那当年的 data 当然就可以这样漂漂亮亮我拿另外一科知觉的，那你可以看到我只是想强调我一届譬如说我的109我的109是执行期我就有前后跟1年后的追踪，所以我有3个 data 点。然后呢，我又重复在110再做一次，我重复在110再做一次不同学生了，我又有前测和学期末的后测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呼应我自己的计划。这个也是对，这个是刚刚一样的是知觉心理学OK， 那这个简单。像这个教学意见调查这件事情，每个学校都在做，这官方的嘛你就把它呈现出来，呈现前面的，还有你的执行期，还有你的延续期但是我发现这种官方的这种满意度跟学习成效，我们学校分成2种，这种都不太敏感所谓不太敏感就是就你有没有执行就差不多，只要不要掉下来。有些老师会掉下来因为你某一届你在做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小心给学生太多负担了，然后学生觉得太奇怪了，他要配合很多奇怪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满意度掉下来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校方这种官方版本的，你让它平平的就 OK 了啦反正本来大家的分数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变性，学科成绩也一样这种是一定都会有的，这种一定都会有的，我看起来就平平，然后执行期是蓝色的，那执行期也没有掉下来都好，但是有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故事可以讲，譬如说我这个107、108、109，我在执行期的时候的那一届，它有一个长期记忆的效果这当然有可能是偶然发生，因为我只验证一次嘛所谓1年后就是说他已经上完知觉心理学1年了，然后呢我就用一个可以抽奖的方式让学生去做测验，延期1年试试看你对于知觉心理学的知识内容还记得多少学生也蛮配合的，他们也觉得很好玩然后又给他们抽奖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像有点跳起来的样子可是有没有显著我已经忘记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多一点的故事可以讲，如果你有心力做这种 longitudinal， 就是你有延后1年的那种测验的话，我的内容大概是如此。时间上现在是45分，所以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不晓得老师们有没有愿意分享的，或者是我讲的不清楚的，或者是大家现在正在写作，有没有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的事情？好，谢谢问老师的分享。那刚刚在聊天室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有分享了，他早期在帮学生做的分组经验，然后不知道这位老师是想要跟老师分享呢，还是想要聊一下这样子？那
问老师方便帮我看一下聊天室的吗？因为他打的有点多，我怕可以，我念，还是我念？我突然忘记怎么 stop share。好，我可以念，我可以念。帮学生分组的成效不错，谢谢吴老师的分享。时空背景人的差异哦，现在哦，我懂了。吴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你曾经做过帮学生分组，那时候不错，可是现在20年后的学生了，你说时空背景可能有一些差异，是比受重要的学生多，就会比较合作会比较好齁。对。OK，吴老师的分享是说，现在的学生考虑自我，所以当我帮他们分组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我让他们难合作。对，谢谢吴老师，所以我真的很 hesitate，我觉得我不敢了，就是我现在又是新的学期了嘛，我说 OK，你们自己分组，我只规定6个人到7个人这样。哎，我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我也有跟学生说，分组这件事情，你出了社会上，你的合作对象不是你选的啊，就不是你选的。你要知道，有一些人的工作态度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这样，我就问，魏仁老师问我自己想了解的部分，因为老师现在是在这个计划里面是用 Google 的系统来当做协作平台，那就是想要请问老师，现在的话还有没有在使用这样的方式？那接下来有没有想要尝试其他的工具，也就是其他的协作平台，然后来放到你的教学里面呢？我就延续使用了，就是在111之后，这个线上协作，我真心觉得帮助我非常的大，所以线上协作这件事情我继续使用。然后目前为止的教学现场的观察，Google 账号应该还是我的学生们最熟，就像我们现在用 Google Meet 一样哈，基本上还是门槛最低的，所以我还是用 Google 的系统。那其实还有一个衍生的问题是 AI 加进来没有？还没有，所以老师们最近应该都被 AI 生成的简报给五花缭乱，甚至我自己都有点疲劳了。那刚刚谢谢。刚刚2个小时，不好意思，就是没有人工智慧，全部都是我的工人智慧，就是那个画面可能有点枯燥啊，但是我想说，就是大家都是老师，我就没有用一些很花俏的东西回应诗萍的问题，目前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更花俏的其他的系统加进来，原因是因为我用 Google 是让大家简单协作，那你可以看到我刚刚那个点进去哦，我 Google 的协作我没有限定他们哦，他们的简报学生们很喜欢用 Canva，所以你连出去之后，你看到他们是用 Canva 做，这样 OK 的。所以我在协作平台，我自己的入口是 Google 没有错。那我也有要求他们，你要 login， 你 login 之后，我才知道你有上来几次，你做了什么事情哈。但是他们里面的细项，他们要用 Microsoft 就用 Microsoft，叫 One Page 吧哈。他们要用 Canva 就去用 Canva，我相信他们接下来会有更五花八门的载体的媒体，他们都连出去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所有跨组还有老师跟助教点进去看得到内容就对了。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入口是很单纯的，然后继续进去，他们想要用 AI 结合什么 Canva， 那他们就是各凭本事这样。就等于说老师就是像老师说的，就提供了一个入口，那其实里面的东西是让学生他们自己去发挥这样子。对，那老师有遇过就是有学生就是他自己选了，但是就不太会使用，然后来问你的状况吗？我觉得 Canva 我很困扰因为他们喜欢用 Canva 做 slides 嘛，可是 Canva 它的强项其实我不觉得是知识型 slides Canva 的强项应该是美化那个视觉呈现的东西，所以譬如说做很美的那种情绪说服类的海报是很好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很多科学内容不是在做情绪说服啊，我们科学内容是在介绍知识，你常常需要譬如说刚刚那种我们画面上面会有 P 值小于0.05，那个对我们的统计来讲，那个 P 值要斜体的，这件事情 Canva 会把人搞疯。
就是我们的知识性的资料在呈现的时候，不是美编的问题。这时候我就会一直跟学生说，好像我是老古板一样，我希望你们用 Google Slide 是因为 Google Slide 方便做科学资料的呈现跟编辑。你们给我用 Canva， 然后你丢给我，我要告诉你什么东西该改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帮你，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改 P， 光是一句话里面的 P 要斜体，他们就做不到也许大家对 Canva 有熟悉，可能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所以的确会有诗萍讲的，他用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绝对都是尝试的过程。只是老古板的老师就会对他们抱怨说：“哦，你这 Canva 很难用。”这样子。但确实也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工具它有它擅长的地方，然后如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没有多方学习，某个工具是适合用某一个，只着重在某一个，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吃亏，而且在学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蛮累的，就是。但是，用自己熟悉的，就是虽然熟悉，可是学不好。但是用新的工具又觉得哇，好难哦！就确实有时候会陷入这样的矛盾的状态里面。所以用 Google， 还有像我刚刚那个音架里面的范例，我范例全部都是用 Google， 当然也是我的 assumption， 就是我的假设嘛。我假设大家跟我一样 ，Google 入门很简单。但是的确有一些盲点啊，就是学生可能按进去之后 ，Google 不会用，所以他就直接另存新档，就变成他的 Canva 了，我也不会反对这样。就是最后其实还是用自己熟悉的还是最好的。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罗琦老师问说，不参与团队合作的成员，我们都怎么处理？基本上我只能良性劝说因为我就是看得到你的参与度嘛我现在用共编，我就会发现其实我共编一开始的门槛很低我要让大家会用，所以一开始我规定，我刚刚不是有秀出来，我这个小组它是有要自己填东西的，所以像我一开始我刻意用一些很低门槛的事情让每个人都参与，譬如说这些名字你要自己上来填你的名字填进来这个就是一个低门槛的开始跟参与如果有学心理学的老师可能就会熟悉，他只要有开始，他可能就可以跨越他那个完全不想动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课程里面就设计一些那种每一个人都要做，可是不难的事情，去引诱这一些他的动机真的是比较低的学生的参与。所以罗琦老师我没有特效药，但是我会用这样子的策略，然后我会让学生知道，我都看得到啊，你已经3个礼拜都没有 log in 了。我们不是也有那个数位学习系统吗？所以老师们在自己学校的数位学习系统也会发现某个学生已经3个礼拜都没有 log in 来看你的讲义了。我大概是用这种方式，但也只能柔性劝说其他老师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那我本来是要解决 social loafing 嘛就是社会怠惰。那我的确没有办法让完全不参与的人变参与，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到，我的设计有做到让参与的人比较愉悦，因为他付出，然后老师都看得到他的进度，以及呢老师也知道他的参与度在那边，甚至其他小组也看到了，所以我的确没有办法拉着那些不动的学生，这件事情我可能做不到，可是那些愿意动的学生，他们的满足感，他们的被重视的感受，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共编的好处。不晓得有没有回应罗琦老师的提问？对，同才互评夜间部的实验课，有一组只有2个人在做互评的时候我懂了，就是恶性的评量OK， 谢谢陈老师。那我这边有一个设计是因为我是6到7人，6到7人呢，我们打开来看，如果有那一种都不来的，然后他们2个人互相评100的话，其实
如果我仔细一点，我可以看一下他的 variance 啦，就是某一个人哈，其他人都给他很低分，因为他根本没来耶。可是有一个他的好朋友给他100分。谢谢陈老师的提醒。如果我们仔细一点的话，可以看一下每一个人评分的 variance。如果 variance 非常大的话，可能可以特别挑出来看，然后以老师跟助教的角度去给他做一些调整。陈老师，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有2个人他的好朋友他都不做的，可是他互给很高分的组内评量。谢谢你的提醒。我的课比较少，有可能这样是因为都是6、7人，6、7人你很难，你会发现他的分数还是很低啦。如果他只有一个好朋友的话，就有点打散他们之间，就是不会那么多感情都很好的人在同一组。对，OK， 是 OK，那诗萍你提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全部都是好朋友，所以全部都给很高分。那他们这一群好朋友如果愿意付出的话，整组分数高，然后好朋友互评又高，他们就是整组都是高啊。但很有可能这整组都是在那边混的，浑水摸鱼。那他每一个人都互评100没有用哦，因为他们的整组的成绩只有75啊。所以如果他们自己抓一队，然后一起混的，那也没差那一起努力的，很好。那很好，就是好上加好。对，谢谢陈老师的提醒，的确会这样啦，因为好朋友之间就是互打100。今天的讲座差不多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教资中心接下来在12月9号还会有一场讲座，知能研习 Go Go Go。那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见。那最后也再谢谢魏仁老师，谢谢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谢谢。